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三凸一凹财必到的发大财手相。人们常说财富是靠双手创造的，而不是靠自己等来的。但为什么同样一双手创造出来的财富却不一样呢？其实这和大家的手相有关。有些人的手天生就是能创造出来巨额财富，会成为大富翁的手。那么这样的发财手都有哪些特征呢？三凸一凹财必到的发大财手相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三凸一凹手相中手掌呈粉红色，并且掌肉软而细腻，男性要手如棉，身有闲钱；女性则手如浆，财帛满仓，天生就是有钱的命。手掌要厚实且软绵绵的，天生富贵命。长辈若是禄青金，则需努力才能成功。感情线上方三宫饱满，均厚实有肉，丰隆凸起，貌似一座座小山，则显示钱财不断，运势好，偏财运也比较好，事业稳步上升，遇事可发大财。手相中感情线对婚姻影响是非常大的，若是手相感情线出现两条，那么婚姻二度是不免的，即使晚婚也一婚难白头。在手相学中，大拇指下面金星丘和小指下方的水星丘这两个部位代表着财运，因此要是这两个地方肉质厚实饱满，那么必定会有一夜暴富的机会。因为财库大，那么证明装的财就多。要是这两个部位还有固定的纹路，那么更加是大吉之兆。有这种手相的人身家千万以上，同时作为男人就应该扛起照顾家庭的重担，给家人打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作为女人，想知道一个男人未来的财运怎么样，不妨先看看他们的手相吧。有些男人的手相注定一辈子不缺钱，那么哪些人的手相财运最强呢？有这几种手相的人注定不缺钱。第一种，手掌宽厚很有弹性的男人。这种手相的男人一生的财运都不错，事业上会做好铺垫，平时很勤奋，也知道努力拼搏，遇到了任何事情都坚持不懈。因此不管他们将来会有大成就还是小成就，总归都是有成就的。他们属于大富大贵的类型，有很强的赚钱能力，赚钱特别简单，不会为了金钱而烦恼。第二种，手掌中钱财纹很多，而且财库很多的男人。所谓的钱财纹也是理财纹，是小拇指与无名指中间的斜线，这些线越深越多，就代表男人的财气比较旺盛，一生能够赚很多财富。而财库就是手中相互交错的线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拥有的越多，说明财库越多，这代表着财富。有这种手相的男人，金钱方面很充足，也能够遇到很多好运气，自然而然成为有钱人。第三种，手掌中有川字的人，当手掌中的三条主线相互交错形成了川字，说明这种男人有着很强的事业线，同时也有很高的悟性，在事业上面取得成就，能够平步青云，成为上层社会人士。当事业运势越来越好，财富也会越积累越多，极有可能成为顶层贵族。第四种，财运线深而直的男人，从手相上面来看，在小拇指的根部有水星丘，这里有一条竖线是财运线，它代表了一个人财运是好还是坏。如果男人的财运线很深很直，或者拥有很多条财运线，说明财运会越来越好，成为富甲一方的人。第五种，手指并拢没有缝隙的男人，除了大拇指之外，其余的四根手指能够并拢，而且没有缝隙，说明这种男人的赚钱能力很强大，也懂得理财，平时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盲目去消费，生活中能够精打细算省出很多钱，这样一来就能够积累很多财富，自然不用为了金钱而发愁，象征女人命好。财富的9种手纹图，快对照看。说完男人，
我们再来看看女人，看看在手相学中哪几种手纹的女人命好。一、财运纹。好命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财富运好。想知道自己财运如何的话，看看这条财运纹就知道了。财运纹的位置比较好找，若有此线，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你如果是从商求财，必定是财如流水，连绵不断。此外，有此纹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二、星形纹。手纹之中，星形纹是比较常见的，但也并非人人都有。如果有星形纹的话，真的是恭喜你了。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三、井字纹。井字纹也是用来判断事业方面发展前途的。拥有井字纹的人在事业上更容易成功，拥有更多获取巨大财富的能力，是很令人羡慕的哦。四、田字纹。不仅是田字纹，包括像是有口字纹的话，也是好的征兆。这种手纹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出现田字纹，说明命主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矿业等行业。而口字纹则说明比较适宜从事培训、咨询、律师等行业，并因此而发财。五、豪宅纹。这个想必是很多人都想拥有的吧？豪宅可以说是每个人的梦想了。豪宅纹的位置在无名指的下方，在天文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纹者，必发亿万之财，多路进财，易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等。六、黑字纹。手相之中，黑字纹比较少见，如果你有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了。拥有黑字纹的人，会因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执着追求而出类拔萃，并且因此会大发其财。温馨提示：当自然握拳时，黑字纹须正好在拳头内。七、公印纹。公印一般在办公的时候见得最多，公印纹代表着工作、事业。手相中有公印纹的人，适宜从事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工作，且会因此而成为富翁。富婆。八、玉桂纹。无论自己多优秀，想要成大事，自然少不了贵人相助。玉桂纹的意义就很重大了。玉桂纹起于前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手相上有玉桂纹的人，意味着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济，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有力之帮扶，故若从事业务、市场、公关等，必定发财无疑。九、祖弼纹。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会遭遇挫折，有祖先庇佑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祖弼纹因得长辈之印币而命名，拥有祖弼纹的人容易继承祖业而发财，即富二代之类也。此手纹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发财手相案例分享。首先来说一个案例，下面的这位女士手相福气很不错的，不论是从手掌的外形来看，还是从手掌的纹路来看，都是福泽深厚之人。女士的感情线很漂亮，前段走势清晰，后端分出三大支线，长短一致，三个大叉一样大小，这在手相学上称为凤尾纹，很稀少。命格富贵双全，有福也有财，尤其是感情线末端代表婚姻，此处凤尾纹出现，表示女士婚后财福兼收，等着要享清福。从你的手相流年上看，年轻时可能会辛苦一点，大贵之年在于45岁以后到来。手上事业线分别与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形成明显清晰的 M 字纹，说明你有做大事业的运势和基础，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很容易存着钱，以后会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因为有权势，所以慢慢的会让自己变得很富有，凭借自己敢闯荡的精神，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未来的婚姻状况非常好，会遇到一个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另一半，家庭和睦，子女孝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手相中的三条主线不是很好，感情线导纹分叉较多，
婚姻线非常长，你的感情婚姻之路并不顺利，烂桃花非常多。恋爱期间你能感觉到不顺利，近2年还未有正缘的信息，正缘会比较晚。在感情上易有情伤，注意个人的情绪把控。财运在中年之后较好，会有贵人相助。金星带较短，思绪容易打死结，不懂得变通，建议在做事之前要先研究，等了解状况再做决定，免得陷入自己的死结中。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任谁都想将其存住，不要流走。但假如自己天生有就漏财命的话，又如何来化解呢？下面教大家几种方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化解漏财命。1. 戴戒指。假如你的手上长有漏财纹的话，可以通过戴戒指的方法来加以化解，也就是在食指或是中指上戴一枚金的或玉制的戒指，便可以减少漏财的几率。2. 购置不动产。钱花出去了，你手里没多少钱了，但你有房子、地皮，在当今房地产价格猛涨的中国，此来说不失为一种存钱的好方法。3. 将钱财交由他人保管。假如确定了你是一个漏财之人，那就不要在手上放太多的现金。如果配偶不漏财的话，便交由对方来保管。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则可以将钱交给父母，或者干脆请理财公司帮你打理，都可以避免漏财的情况。第6，两指不碰头，夫妻难白头。一辈子注定多婚的首相之人，双重婚姻线，也就是指手掌中有2条平行的婚姻线。那么这种婚姻线代表着其人一生2次婚姻，而是说明自己的运势很容易受到婚姻的影响。所以一般来说，在结婚之后就可以迎来财运的转变，但需要注意避免因为过于关注事业和财运而忽略了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你的事业财运方面只能说是一般，事业上要在婚后才能有一些发展空间，整体的财运也需要到中晚年。身体上要注意呼吸系统方面，此首相一旦遇到挫折，都比较容易急躁，心态的调整对你来说也很重要。感情婚姻方面，你会晚婚，经历的恋爱次数不会多，正缘会晚一点。27岁左右会遇到你的正缘。最后将5指伸直之后，小拇指向无名指的方向倾斜，或者是向外侧倾斜。这种手相的人在生活中比较小气，属于那种很自私的类型。虽然心的善良，喜欢帮助人，但是却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为了朋友也是如此。朋友有困难他们会帮忙，但如果是借钱的话那就算了。而且因为生活中太过重视利益，导致人缘一直也不是特别好。好了，今天的分享讲手相中出现4方纹，不管男女，10人9人都富贵。手相往往反映一个人的整体运势，最突出的是财务、感情和事业状况。人们最关心的是财务的发展，因为它是决定我们生活质量的最大保证。如果掌心有这样的4方纹路，那么这样的人绝对有不可抗拒的财富。4方纹是一种难得的纹理，这种纹路的人是非常高尚的，他们在爱情中的未来会更加顺利。如果4方纹出现在人们的手中，一定要注意珍惜自己的财富，好好利用，不要让自己的运势如此浪费。手掌中有一个闭合的4边形或3角形，一般来说，这样的女人有很好的运气，这种长相是很聚财的，不仅是财运很好，而且事业发展比较快，将来会取得很大的成就。婚姻会给丈夫的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财富，婚姻状况幸福，注定是一个非常好命的女人。虽然夫妻关系比较恩爱，但不是很稳定，夫妻之间缺乏沟通，所以经常会有争吵。但婚后的情况还是有可以的，丈夫很爱自己，结婚后会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非常幸福，生命线发展趋势非常好，其物理基础很好，不易发生小灾害。感情线中有如此多的分歧，
以至于有许多因素阻碍了一个人的情绪。桃花运是很常见的，尤其是最近会出现正缘，事业线很长，未来的职业发展会比较稳定，薪水会比较高，不会经常跳槽，非常聪明和体贴，在工作中经常受到领导的称赞。你想知道你是不是四方文的？想知道你的爱情吗？如果你想知道你是否富有，你将来会幸福吗？上面的讨论不是绝对的，因为在现实中，我们需要参考其他的面部特征和身体的形状、颜色、声音等。只有通过全面的参考分析，才能准确的判断和预测未来。第二，这种手相万里挑一，男友掌权掌财，女友却克夫克子。解断掌纹。大家都知道，人的手相是由3根主线：生命线、智慧线、婚姻线组成的。不过有一部分人是智慧线和婚姻线重叠，形成一条线横在手掌中间，叫断掌纹。也就是别人都是3条线，你的手相是2条线，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纹线。一只手断掌纹是单手断掌纹，2只手断掌纹叫双手断掌纹。断掌纹的人多吗？据估计，单手断掌纹有10%的概率，如果是双手断掌纹，应该在3%左右，概率不高。断掌纹的优点。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一起，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性情，一般比较睿智、聪明，判断力强，能力强，比较重感情，爱憎分明，做事果断，利于事业发展。对朋友亲情感爱敢恨，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贵人较多，有恒心和耐心，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所以往往能成就大事。如果手掌很厚、很宣、很软，那是更好。很多有名企业家、官员、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断掌纹的缺点。断掌纹的人比较极端、固执、较劲，容易出错。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那理不让人，不达目的绝不罢手。但是记住，过刚易折，过刚易断。很多人因为这个容易惹上大的麻烦和灾难，比如引起官司、口舌、牢狱。假如手相干枯、露骨、无肉，再有断掌纹，非常容易遇见以上情况。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那么你可能会有偏执的性格。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会对人非常反感，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人，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一生官非较多。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是一个事的时间，哪怕是自己错的，你也不好改变自己，甚至容易过激。断掌纹的婚姻。断掌纹是个敢爱敢恨的性格，爱的时间他会全心投入，他会尽一切办法使爱人快乐、幸福，甚至一生一世。但要是不幸失去他的欢心，他便恨得相当强烈，非使对方感到极度难堪不可。刚愎自用、暴躁，也容易感到灰心。由于这种人的性情特别，所以跟这种人谈恋爱的时候一定要相当小心。这种人性格多疑，对人大多不信任，所以断掌纹的朋友婚姻观比较极端。男的还好点，因为他大多偏向于事业。如果是女的，你就要选择好对象了，因为这样的女人大多是感情很重的人，对待感情较真，追求完美，激动的时间极端暴躁，很难自控。一旦失去感情信任，那是非常可怕的结果。断掌纹的事业。断掌纹的男人性情中耿，工作能力很强，责任心极强，不管怎样困难的事情都由自己独个儿去处理，不喜欢别人来插手干预他的思维判断。如果因为自己个人的能力有限，非要把一些不大重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做，也老是牵肠挂肚，非亲自去干他一下，就凭这样对待工作的敬业精神，他做事成功率是非常高的。特别是男人，断掌纹的男人在事业上一般比较有定律，对待歪门邪道、
花花绿绿的感情比较排挤，在事业上的敬业度和忠诚度都是非常高的。事业成大事的人，断掌纹居多。断掌纹的女人也是事业型的人物，工作事业上绝对不输给男人。但断掌纹的女性很容易就会把自己的爱情弄得一团糟，必须在感情上要多多反省自己。3、女性好手纹的几种常见特征。1、生命线伸长流畅。生命线是手掌中最重要的主线之一，起始于拇指与食指之间，环绕大拇指下方的掌丘，向手腕方向延伸。生命线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健康状况和生活稳定性。对于女性而言，生命线伸长、流畅且没有断裂或分叉，通常是健康和幸福的象征。这意味着此人具有较强的体力和精力，能够在生活和工作中保持良好的状态，不易受到外界干扰和挫折。生命线长而有力的女性，通常生活充实安稳，能够在事业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她们的身体素质较好，较少出现重大健康问题，因此能够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或家庭，积累财富和幸福。如果生命线有分叉或断裂，可能预示着生活中会有不稳定的时期，或者需要特别注意健康问题。2、智慧线清晰且伸直。智慧线位于手掌中部，起自大拇指与食指之间，向手掌的另一侧横向延伸。智慧线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力、思维方式和判断力。对于女性来说，智慧线清晰且伸直，通常表明此人思维敏捷，具有良好的判断能力和理性思维。这类女性善于做出明智的决策，不易受到情绪左右，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冷静。智慧线清晰的女性通常在事业和家庭生活中表现得非常出色，她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判断力平衡工作和生活。智慧线如果较长，表示此人思维深刻，具备较强的分析能力，适合从事需要逻辑思维和智力的工作，如管理、教育、科技等领域。3、感情线弧度优美，延伸到食指或中指下方。感情线是手掌中另一条主要的主线，位于手掌上方，起自小指的下方，横向延伸到食指或中指下方。感情线代表着一个人的情感世界、人际关系以及婚姻状况。对于女性来说，感情线弧度优美，线条伸长且清晰，象征着情感丰富且稳定。她们往往在感情生活中能够处理好与伴侣和家人的关系，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如果感情线延伸至食指下方，表明此人对爱情充满热情，注重精神层面的交流，在婚姻中渴望深厚的情感联系。如果感情线延伸到中指下方，则代表此人对爱情更加实际，容易吸引到对自己有帮助的伴侣，婚姻生活和谐美满，经济上也较为富足。4、太阳线清晰。太阳线又被称为成功线，位于无名指下方，通常垂直向下延伸。这条线代表着一个人的名誉、事业成功和财富积累。对于女性来说，太阳线清晰、深刻且直，意味着此人在事业上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并且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丰厚的财富。这类女性通常在职场中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能够通过工作或副业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与丰厚回报。太阳线的长度和清晰度也象征着一个人的好运和成就。如果太阳线较长，表明此人的成功和财富积累是持续性的，未来的事业发展空间很大。如果太阳线较短或模糊，可能意味着成功来得较晚或较为不稳定，但并不影响他们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就。好了，大家讲讲，掌中有6种纹，抓金抓银手，复到99。掌纹又被称为手纹、掌区纹等，是手相学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书《玉管照神局》中则列有掌纹72种，称为掌法贵贱72格。手相中最常见的富贵格局大约有6种。1点三才纹，玉管照神局，三才纹上的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便无情。天纹感情线，人纹智慧线，地纹生命线，是先天3大主纹，是掌中三才。这里说的三才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3条纹身长清晰，没有其他杂纹。所谓三才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先。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因此三才纹俗称川字掌，并有男人穿掌事业顺，女人穿掌财帛多的说法。2点三峰纹，玉管照神局，三峰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枣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三峰纹指的是巽宫、离宫、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像山峰一样。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更别说是3处了。3点六宿纹，手相歌诀，六宿入掌中，处事好心胸，贫人成大富，谋职禄未丰。六宿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又被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如果在六宿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相当于是一种辅佐，那更是锦上添花。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创作线。如果六宿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手掌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4玉柱纹，玉管照神局，玉柱纹从掌直去，为人胆智必聪明，更得学唐文显现，中年必定拜公卿。女人有玉柱纹，富裕之外，只是要里外操心，有管夫治家的现象，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有的玉柱纹不够长，没有穿过天纹，但是与天纹、人纹、地纹交叉，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形状，这叫做 M 字纹。有 M 字纹手相的人，通常学问高深，或者是创业富豪。5点三奇纹，玉管照神局，三奇纹线无名指，一路分开3个纹，生在正宫并掌内，必作金门实禄人。这3条纹并驾齐驱，形成树的形状，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一生富贵，名利双收，能成大事。6千金直上纹，玉管照神局，人生若欲问荣华，千金直上一纹家，设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几人夸。千金直上纹从手掌底部的前弓开始，呈一个大的弧形，朝离宫上行，穿过天纹感情线，进入离宫，甚至到达中指根部。千金直上纹通常又称之为冲天纹、通天纹。有冲天纹的人不富则贵，生活无忧。有的乡书说手有通天纹，大成大败论，可能正是因为心狠手辣，不择手段，才导致结果不是大成就是大败。如果现在的你总觉得老天对你不公平，就好像什么事都针对你一样，事事都不顺，做生意亏本，工作领导看不起，同事非议，生活一团糟，夫妻总是吵架，身体还毛病多多，总之一切都很糟糕透顶，没什么能随你心意的。第二，手纹上有着特点，都是先苦后甜，上半生辛苦，下半生幸福。
首先来说一个案例，下面的这位女士手相福气很不错的，不论是从手掌的外形来看，还是从手掌的纹路来看，都是福泽深厚之人。女士的感情线很漂亮，前段走势清晰，后端分出3大支线，长短一致，3个大叉一样大小，这在手相学上称为凤尾纹，很稀少，命格富贵双全，有福也有财。尤其是感情线末端代表婚姻，此处凤尾纹出现，表示女士婚后财福兼收，科等着要享清福。从你的手相流年上看，年轻时可能会辛苦一点，大贵之年在于45岁以后到来。手上事业线分别与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形成明显清晰的 M 字纹，说明你有做大事业的运势和基础，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很容易存着钱，以后会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因为有权势，所以慢慢的会让自己变得很富有，凭借自己敢闯荡的精神，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未来的婚姻状况非常好，会遇到一个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另一半，家庭和睦，子女孝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手相中的3条主线不是很好，感情线导纹分叉较多，婚姻线非常长，你的感情婚姻之路并不顺利，烂桃花非常多，恋爱期间你能感觉到不顺利，近2年还未有正缘的信息，正缘会比较晚，在感情上易有情伤，注意个人的情绪把控。财运在中年之后较好，会有贵人相助，金星带较短，思绪容易打死结，不懂得变通。建议在做事之前要先研究，等了解状况再做决定，免得陷入自己的死结中。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任谁都想将其存住，不要流走。但假如自己天生有就漏财命的话，又如何来化解呢？下面教大家几种方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1. 戴戒指。假如你的手上长有漏财纹的话，可以通过戴戒指的方法来加以化解，也就是在食指或是中指上戴一枚金的或玉制的戒指，便可以减少漏财的几率。2. 购置不动产。钱花出去了，你手里没多少钱了，但你有房子、地皮，在当今房地产价格猛涨的中国此来说，不失为一种存钱的好方法。3. 将钱财交由他人保管。假如确定了你是一个漏财之人，那就不要在手上放太多的现金，如果配偶不漏财的话，便交由对方来保管。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则可以将钱交给父母，或者干脆请理财公司帮你打理，都可以避免漏财的情况。第3，两指不碰头，夫妻难白头。一辈子注定多婚的手相之人，双重婚姻线，也就是指手掌中有2条平行的婚姻线。那么这种婚姻线代表着其人一生2次婚姻，而是说明自己的运势很容易受到婚姻的影响。所以一般来说，在结婚之后就可以迎来财运的转变，但需要注意避免因为过于关注事业和财运而忽略了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你的事业财运方面只能说是一般，事业上要在婚后才能有一些发展空间，整体的财运也需要到中晚年。身体上要注意呼吸系统方面。此手相一旦遇到挫折，都比较容易急躁，心态的调整对你来说也很重要。感情婚姻方面，你会晚婚，经历的恋爱次数不会多，正缘会晚一点，27岁左右会遇到你的正缘。最后将五指伸直之后，小拇指向无名指的方向倾斜，或者是向外侧倾斜。这种手相的人在生活中比较小气，属于那种很自私的类型，虽然心的善良，喜欢帮助人，但是却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为了朋友也是如此，朋友有困难他们会帮忙，但如果是借钱的话那就算了。
而且因为生活中太过重视利益，导致人缘一直也不是特别好。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